各位朋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日本、菲律宾这些攒鸡毛凑胆子的货轮番呢向中国进行挑衅。这两天呢，是菲律宾日本美国正在南海搞什么所谓的针对中国的演习，中国也没客气，直接就亮出了大航母的大杀器。而且这一次呢，这个解放军呢是相当的嚣张。解放军说，我只出一箭，谁敢接招？那出的一箭是啥呢？从海底下上来的，各位啊。我只出一箭，谁敢接招？这是解放军发布的潜射鹰击18打击呢退役的905型补给舰822号鄱阳湖舰的画面。这是潜艇发射以后出水后迅速的爬升高度。那么这个导弹5年前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就试验过靶船的击中。这个鄱阳湖舰是老靶船了，5年前就已经有军迷发现了但是现在呢才知道是被谁击中的。5年前呢，不止遭到过1枚打击至少还有5枚不同类型的弹药，而打击的这个位置呢，都是在上层，特别是舰桥。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恐怕这1枚就击沉了。这一次打的不是上部，这次打的是吃水线附近，看到了吗，朋友们？打的是吃水线，这是5年前被打的上部的。鄱阳湖舰呢，是隶属东海舰队，1979年交付，2020年退役，是1980年首次试射东风5导弹观测编队的补给舰之一，满载排水量呢21740吨。这一次就拿它当航母，2万吨嘛，当航母练了，这回就这一次的中国的鹰击18潜射版呢，有很多的特点，而且是美国是没法防御的。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资料。中国海军近期公开发布了国产鹰击18反舰导弹实弹打靶命中靶舰的震撼画面，使得这款素有海上杀手锏之称的先进导弹再次成为军事领域热议的焦点。作为我国反舰导弹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核心装备，鹰击18不仅实现了国产反舰导弹从跟跑到并跑的关键跨越，更推动我国反舰作战体系迈入了世界第一梯队。在鹰击18服役之前，我国海军主力列装的鹰击83反舰导弹核心研发目标是对标并超越台军雄风2反舰导弹。虽然其改进型射程已经达到了280公里，但 0.8 至 0.9 马赫的亚音速飞行速度使其很难突破现代化舰载近程防御系统的拦截。而同期研发的 C101 超音速反舰导弹虽将飞行速度提升至 2.0 马赫，却只能实现45公里的有效射程，根本无法保障发射平台的自身安全。国产反舰导弹长期面临射程与速度不可兼得的技术困局，而鹰击18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
很多人将鹰击18称作俄罗斯 3M54 俱乐部的国产复刻版，但这一认知完全偏离了事实。诚然，鹰击18借鉴了 3M54 导弹亚音速到超音速结合的总体设计思路，从根本上解决了反舰导弹大射程与超音速突防的双重核心难题，但二者的技术内核有着天壤之别。与建国初期的全盘技术引进不同，鹰击18在研制阶段就实现了核心技术的全面自主创新，在弹体更短、重量更轻的前提下，实现了核心性能指标的全面超越。亚超结合的飞行体制是鹰击18最核心的突防优势。其作战弹道与 3M54 导弹基本一样，导弹发射后，助推器将其推至弹道最高点后脱落，涡喷主发动机点火，导弹降至10至15米高度，以亚音速巡航飞行，最大限度节省燃料，保障射程。当距离目标60至70公里时，导弹爬升并开启制导雷达锁定目标，再次降高至3至5米掠海飞行，在距目标30公里处巡航段弹体脱离，固体火箭发动机启动，将战斗部加速至 2.9 马赫，以超音速姿态冲向目标。这种设计既保留了亚音速导弹大射程的优势，又兼具超音速导弹极强的突防能力，即便仅依靠末端高速撞击的动能，也能对大中型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破坏。在射程指标上，鹰击18更是创下了同期同类型导弹的顶尖水准。根据公开数据推算， 3M54 外贸型号射程仅为200至220公里，而鹰击18的射程达到了其3倍之多。相较于美国战斧反舰型465公里的射程，鹰击18还要多出100公里，最终实测射程与公开展示的600公里看板数据高度吻合。更值得关注的是，反舰导弹的远射程价值从来都不止于导弹本身，更考验一个国家远洋动态目标的侦察、跟踪与打击杀伤链构建能力。这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掌握的核心能力，而鹰击18的列装正是我国远洋作战体系成熟的核心标志。除此之外，鹰击18还拥有一项国际首创的独门绝技——随海况自适应超低空掠海飞行技术。3M54 导弹可在6级海况下正常发射，其巡航高度维持在10至15米，而鹰击18凭借这项独创技术，创造了世界反舰导弹掠海飞行高度的新纪录，其巡航高度低于美国防空导弹10米的拦截低界，还能根据实时海况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在保障飞行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敌方雷达的发现距离，实现极致的隐蔽突防。在制导系统上，鹰击18在惯导加主动雷达制导的基础上，将末制导雷达作用距离提升至70公里，改进型鹰击18A 更是加装红外导引头，双模制导模式大幅提升了导弹的抗干扰能力和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命中精度。作为一款划时代的反舰装备，鹰击18凭借全方位的技术突破，跨越式提升了我国海军的反舰作战能力，稳稳扛起了远洋反舰作战的核心重任。它不仅实现了国产反舰导弹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更推动我国在反舰导弹领域实现了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为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的战略转型提供了坚不可摧的装备支撑。是中国大陆在庆祝呢人民海军77周年，除了我们昨天介绍了核动力潜艇之外，其中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美国航母细思极恐什么意思呢？是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导弹这个包括在这个船舰上发射的，这个是鹰击18反舰的飞弹曝光了，它发射呢很特别，它是呢贴着海面呢来进行掠海的这个打击。那鹰击18破水而出，然后呢升空之后改为平飞，最终命中目标的靶船、飞弹超低空掠海飞行。非常低，那为什么说掠海很重要呢？代表说它很难被察觉，而且呢你也很难有看到它，然后在10公尺以内所以呢看起来是非常低。那这个高度不止雷达发现不了，拦截率也很难，所以呢可以画出大概400到600公里的一个巨指圈。这是科学的问题为什么很难拦截？我跟各位讲，第一个它是从潜舰发射的大陆有很多的潜舰，譬如说它核动力的攻击型潜舰就配备了这个鹰击18。那什么是攻击型的核潜舰呢？就是093那现在可能095也已经入列了，094跟096是这个它也是核动力，但是它是属于战略核潜舰，它发射的是这个核导弹那这种攻击型的，它发射的就是鱼雷啦或者是这种鹰击导弹对舰攻击。好，那这枚导弹鹰击是在去年93阅兵的时候，它才公开亮相那我简单先介绍一下这枚导弹它的性能。第一个，它是从海底从潜舰里面发射出来，所以说你就跟无形的刺客一样，你在海平面上面你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军舰。
就这枚导弹就突然从海里面突然钻出来了。那你可以说第一个哈，你要发现到就防不胜防。如果说你是飞机发射的这种对舰导弹，或许你还有机会，这个雷达先看到敌人有飞机来了，比如说轰6战机哈，这个我先注意到它会不会发射鹰击21哈，这鹰击12等等这些导弹。那譬如说你可以先看到对方的军舰来讲的话，你也会先做好这个防护的准备嘛，因为对方的军舰如果说发射导弹的话，也会攻击你。可是如果说是从潜舰发射的话，你真的是防不胜防。从水里面，它距离你多远，从什么方向，你第一个你就不晓得它从什么方向过来了，可能360度，你自己军舰在这个地方360度都可能被它攻击到哈，你没有一个方向。第二个，这枚导弹它出了水面之后哈，它就贴着水面，距离我们这边有写只有10公尺的距离。然后初期的时候，它的速度是亚音速的速度哈，不到1马赫。为什么要亚音速呢？因为亚音速比较节省燃料嘛哈，这个节省燃料它就可以飞得比较远。所以刚刚这个嘉源讲说可以飞400-500公里哈，是可以做到。因为我的速度。我不要用那么快的速度，我节省我的燃料哈，然后让它这个贴着海平面飞可以300-400公里飞那么远。那快要打到你的时候，这时候哈，它才开始加速。哎呦，它才开始加速，可以加到多少呢？这个3到4马赫的速度，那速度又非常快。那我刚刚特别算了一下，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我们一般站在这个海边看这个海平面地平线有多远？大概如果是我们身高哈，这个1.7公尺来讲的话，大概只能看4公里远哈。那如果说以军舰，这有一个公式的哈，这个开根号1.5乘上 h， 这个等于英里嘛。就如果说是军舰的高度，它雷达高度装在这个距离海平面30公尺高，这个很合理的数据嘛。你知道它这个雷达可以看到多远？如果它从地平线出来的话，你看到多远？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11公里哈，11公里。如果11公里的距离，它如果说这时候它用3倍音速冲过来的话，怎么来？你知道它多久时间可以打到你军舰吗？10秒钟。哦哟，所以你10秒钟必须要做10秒钟，它3马赫10秒钟就可以飞10公里哈。这个10秒钟有没有机会拦截？我平常讲，第一个你就要反应很快，你随时，因为你不知道从什么方向过来，你突然等到说你雷达真的是很厉害，我这360度，我的这个操作手或者是武器官，我都随时紧盯，神经绷紧，随时在看待命。那突然一看到有一个飞弹冲过来了，我立刻按下我的方阵快炮，还是有机会可以击落哈，还是有机会击落。我们如果说就作战来讲有机会击落，可是什么？如果说他同时3枚对你攻击的话，对啊，你第一枚你拦到，你第二枚你怎么？你只有10秒钟时间了，你反正快炮再厉害，你大概第一枚拦到，第二枚拦到，你第3枚你就不见拦得到。你看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当然它射速是很快，可是你总有炮口总有转换方向的这个时间嘛？那你想想看，10秒钟哈，叫你去拦截3枚导弹，你只有10秒钟的时间。那各位，你知道这拦截率，你就知道很难，而且它距离海平面只有10公里。如果说人这个不管是武器操作官或射手或舰长，在一时疏忽还是一时犹豫之间，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啊？是这个雷达上面看是这个一个杂波还是一个导弹？如果你稍微犹豫一下，我跟你讲哈，你不要说3枚饱和攻击，1枚它就直接命中你，所以真的是很难拦截。难怪美国海军听到这种武器来讲的话，真的是瑟瑟发抖啊。对。这是帅化民呢。解放军这个时候对谁亮剑，对谁叫板呢？那显然是对着美国呗啊！日本和菲律宾不值得解放军打，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航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是没法防御的这种鹰击18给美国的航母来上这么几枚的话，美国航母只有到西太平洋底下去喂鱼去了，对吧？台湾的老将厉正杰将军讲的对呀，美军看到这个，那肯定在瑟瑟发抖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